皇上既然说了这个围场是人工管制的，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烈性的毒蛇呢？围场的人的确会每日巡视，撒一些避蛇粉的，但难免还会有蛇从禁林里溜出来。毕竟围场能围住动物，但蛇这种无孔不入的生物确实很难防，每年都有人在秋收的时候被蛇咬伤的。既然江北宇都这么说了，他便没再说什么。他去帐篷里看了看江南哥，他仍昏迷着，长长的睫毛垂敛下来，看上去很乖。今晚从他的帐子里出来的时候，看见齐飞刚好从另一个帐子里出来，里面躺着的正是齐飞的兄长齐云轩。为了过来探望江南哥，他过来时恢复了冷妃的装扮。聊聊啊。齐飞有些意外，但还是跟他走了过去。两人走到湖边，秦婉开口：我见到出逃了。是，我也见到了，他来找过我，跪下说他错了，求我带他走。去年他被逐出宫，打得只剩一口气，被扔到荒地里，原本想把他喂狼，让他自生自灭，后来他竟被一个蒙族的农妇救了，带回去养伤，养了3个月，伤好后被迫嫁给了这个农妇的儿子。他说这个农妇的儿子是个酒蒙子，平日里对他非打即骂，家里又穷，他跪下来恳求我把他送出去，我拒绝了。我跟他的主仆情分已经尽了，我不会再帮他。所以说去年的那件事情的确是他干的。齐飞抿着唇不说话，目光注视着远方，忽然盯着一处地方，眼神有点惊恐。你看那是什么？今晚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太远了，有点看不清，定睛一看是一具浮尸，尸体打捞上来了，正是出逃。秦婉感觉到了震惊，而齐飞也是一脸惊愕的样子，用帕子捂住嘴，猛地倒退了2步。你怀疑凶手是齐云轩，可是齐云轩杀了他做什么呢？一个呢是相府里年纪轻轻意气风发的少爷，一个呢是曾经在相府长大年轻貌美的小丫鬟。你说你的意思是这两人之间有什么证据呢？没有什么的话，又为何要私下去见他？如今这个齐云轩可是一心想要做驸马的，自然是要清除过去的一些什么了。你说的这些仅仅是你的臆测，你说了他也找过齐飞，想要离开这里，作为相府的丫鬟找曾经的少东家求助也未尝不可。哦，当然还可能是出逃现在的丈夫得知他要逃，恼羞成怒，一怒之下把他杀了。你这是在为他开脱吗？就因为他救了南哥，所以你对他的态度就改变？不是，正在帮你理思绪。当你在怀疑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个人的罪名就已经成立了，往往就会忽视掉什么。出逃的尸体被当地的官府带走了，第2日官府抓走了农妇一家。娘娘，属实打听过了，根据衙门仵作的验尸结果，衙门初步断定出逃的死是由现任丈夫所为，所以出逃的丈夫鲁布和他的老娘蔡银花都被衙门抓住了。哼，果然如此。鲁布和蔡银花是做什么的？鲁布是个酒徒，偶尔会帮镇上的屠夫做些杀猪宰羊的工作。蔡银花平日里靠着为人织布为生，有周围的邻居听见昨日出逃曾与丈夫发过激烈的争吵。那凶器呢？是一个棒槌，在鲁布家的后院发现的。衙门认定杀人地点在鲁布家的后院，鲁布手劲大，一个棒槌足以把出逃尸首打死，但是鲁布拒不承认。此外，属下还发现有一个疑点。你说。属下发现鲁布家位于那个湖泊的下游，根据水流的方向，假如鲁布杀完人之后抛尸，尸体不可能游到那个地方，除非是鲁布走到上游抛尸。可是谁有可能背着尸体走那么远的路，特地跑到上游去抛尸呢？秦婉若有所思。没错，就算是鲁布其实是在上游杀的人，尸都抛了，又怎么会把杀人凶器再带回家里呢？所以这很明显就是栽赃。今日他们照例进山打猎，秦婉没跟去，但是冷妃去了，还是一人独自。这是一个绝好的给对方下手的机会。然而等到夕阳下山之后，他安然无恙的回来了，还带回了许多猎物。出来！江南哥低着头跟着他们走了出去。江南哥，你堂堂一个公主，自己身体还没好，怎么能过来伺候一个男人？皇兄，嫂嫂，
我知道你们不喜欢他，可是他救了我，就给他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这林子那么大，那么多人，怎么偏就那么巧，他救了你？是我偷偷跟着他，那日看见齐公子在打猎，就好奇跟着他，想看他技术怎么样。秦婉听了就觉得眼前一黑，想伸手扶额。这兄妹俩果然是如出一辙的恋爱脑啊！皇兄不喜欢他，嫂嫂不让我见他，我很克制了。我听话的，没去联络他，也没给他任何机会，只是想自己再暗自考察一下。谁知道后来在林子里遇了蛇，我大声呼救，前面的齐公子听见就马上赶过来了。他替我杀了蛇，还不要命的帮我吸住了毒血，救了我一命。皇兄，嫂嫂，你们能不能看在他救了我一命的份上，再给他一次机会吗？好。秦婉意外的看着他。皇兄答应了。朕答应了，你可以试着与他相处，多去观察他，了解他。谢谢皇兄。你当时为什么要救我？当时我没有想那么多，就知道公主有危险，也顾不上别的。哦。过了一会儿，齐云轩忽然说道：“对不起。”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？之前公主一直都不愿意见我，想必是很讨厌我，我却对公主做了那么冒昧的事，我真是该死啊！我没有讨厌你，没有讨厌你，真的没有。真的吗？嗯。那就好，我还以为公主讨厌我，你都不知道那些日子我是怎么熬过来的。你就这样答应了？朕没有答应，他们两个在一起，朕只是让他自己去观察，去发现。朕了解南哥，被抑制的爱会被更热烈的反弹，越是得不到的人，反而会被添上一层更美好的滤镜。所以，朕让他自由的跟齐云轩相处。哎呀，你连滤镜这个词儿都知道了，行了啊！直播的时候，马叔叔教的，说加了能让人更好看，不是吗？是啊。所以他一直没让狗皇帝得到他，是在他心里上了一层美好的滤镜吗？等他真的和他在一起，成为他真真正正的冷妃的时候，他们还能像现在这样吗？主播，你是谁？我是能救你出去的人，只要你实话实说。你休想要骗我招供，我没有杀那个娘们儿，鬼知道她是怎么死的。我也想相信你，可是邻居都说他出事前曾与你发生过激烈的争吵，这个你怎么解释呢？我没杀她，不过就是抽了她几个巴掌。哼，这婆娘之前是宫里的宫女，即便是被逐出了宫也不安分。听说宫里人又来求寿了，巴巴的从家里跑出去，想要找她之前的那个相好的。相好的？她之前有个相好的，跟我之前就被人破了身子，直到现在还念念不忘。听他说，好像是之前府上的少爷，有好几个丫鬟都跟了他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再最后问你一句，那件官府搜查出来的凶器，你碰过没有？没有。秦婉离开了监牢，回到营帐，秦婉把从鲁布这听到的告诉了江北宇。你现在怀疑鲁布说的那个少爷就是齐云轩？他不但睡过了出逃，还睡过了丞相府上的其他丫鬟。把怀疑去了。所以你同意南哥跟他相处，我觉得非常危险。所以你觉得是齐云轩把出逃杀了，嫁祸给了鲁布？他为什么要杀出逃呢？因为他想做驸马，害怕他和出逃之间的事被人知悉。可他应该杀了所有与他沾染过的丫鬟呀，所以出逃之死一定另有什么。衙门直接判了鲁布杀人罪，说15日之后行刑。可是那件杀人凶器，鲁布连碰都没有碰过。只要咱们能拿到那件凶器，用现代的科技，我有办法证明鲁布无罪，还能查到真正的凶手。只可惜现在画不在身边，回不去。哼，谁说回不去？如果说那幅画真带了呢？秦婉骤然一喜，他们计划着明天晚上回去一趟，于是去了冷将军的帐子里。那臣和皇上一起回去，再一起过来。反正他的劳斯莱斯还没有付完全款，趁这个机会偷偷把扳指卖了，那辆车就踏踏实实的全属于自己了。江北宇这次不想带这俩电灯泡，想背着冷将军偷偷先把驾照先领了，探寻的看了眼秦婉。行，那咱们就一起吧。
叔叔可是秦川的台柱子，不能旷工太久的，不然大众还以为他失踪了呢。冷将军的直播账号也刚有起色，停播久的话就会掉粉了，要不之前的都白干了。话也至此，江北宇也不好说什么，那就大家一起回呗。大部队又进山秋收了，今晚难得起了个大早，走到帐外，看见牧羊人在不远处的山头放羊。这。牧羊人嘴里叽里咕噜几声，一只羊便听话的朝他这边来了。他从包里拿出了什么东西喂给那只羊，那只羊吃完，他拍了拍羊头，羊便撒欢的跑走了。他闲闲的在一棵树桩边上坐下，这时又来了一只狐狸，竟然直立在他的面前。他低声说了什么，狐狸跑进了山林里。不多时，狐狸回来了，嘴里叼着什么药材。他从包里给了狐狸一块肉条。您刚才是在跟狐狸说话吗？是，家里的羊生病了，让狐狸去山里找点药材，找到就给它肉干吃。那你怎么让一只狐狸听你的话呢？啊，这是授予啊。授予？联想到什么，秦婉猛然间醍醐灌顶。出逃是不是会授予？短短的一瞬，齐飞脸上的表情变幻莫测。是。听到他最终的回答，秦婉心里的一颗石头落了地，一切都水落石出了。其实你一直都知道，出逃是齐云轩的人。去年你就算平白挨了板子，降了飞位，也没有吭声，就是因为你从始至终都知道，暗害我的人就是齐家的人。齐飞没有说话，但这等同于默认了。去年你曾经对我说过，齐家想让你妹妹入宫，那个时候你已经被齐家当成了弃子，即便是降了妃位也无所谓了。可是后来你忽然被翻牌侍寝，齐家人在你身上又重新看到了希望。再后来，齐怀觉在中秋宴会上出尽了洋相，惹来了皇上的厌恶，他们便打消了让齐怀觉代替你的念头。你想要说什么？秦婉的胸口起伏了一下。齐云轩为什么要杀他这件事儿，他细思极恐。这件事背后一定也不是他，而是丞相。根据那时的推断，杀他是为了挑拨冷冽和江北宇之间的关系，而利于北国蚕食浆果。他早就知道朝堂中的水很深，与北国勾结的人在朝中位高权重，没想到已经大到了丞相。我当时就不太相信是你，可即便不是你，你也在纵容你的父兄犯上作乱，你可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？我还有选择的权利吗？有，怎么没有？你有选择自己生与死的权利。你的兄长齐云轩指使出逃利用授予引来毒蛇伤害公主，而后又将出逃杀人灭口。现在齐云轩把公主骗得团团转，我需要你来揭穿。你说的这件事我并不知情。那就说你知情的。之前齐云轩在丞相府上与很多丫鬟都有染，出逃并不是唯一，不是吗？我需要你把这件事告诉公主，将来若齐家出事，我可保你一命。若我不打算插手此事呢？那免死金牌可就没有了。你就不怕我非但不答应，还把这件事告诉齐元轩吗？秦婉拿出手机，让他看着江北宇的脸。没关系，那你就尽管把这件事告诉齐元轩吧。齐妃，皇上，您怎么在这个盒子里呢？你别管。齐妃，这件事朕已经知道了，是冷妃求了朕许久，若你愿意配合的话，就让朕对你开恩。朕希望你能配合冷妃。接着，一队士兵从帐外进来，守住了他，防止他跟外界联络。偌大的丞相府就要完了吗？好，我配合你。好，稍等，我把公主带过来。接着起身走了出去。秦婉去了江南哥的帐子里，里面没人。南瓜说公主一大早就进山狩猎去了，她自己一个人去的。南瓜欲言又止。看到这里，秦婉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，心头涌起一股无名怒火。他给江北宇打了个语音，低声说：公主和渣男一起进山狩猎去了，快派人进山找回来，我怕她吃亏上当。好。满山都是搜寻的声音，他让小白也出动去找。小白在山头盘旋了一圈又一圈，愣是没有看到江南哥的踪迹。难不成去了晋林？那就麻烦了。不过我想南哥从6岁就开始参加秋狩，对围场熟悉的很，应该不会被迷惑到这种程度。
蒙可汗听闻公主失踪了，也派了一支蒙族侍卫协助寻找。然而同样，直到天亮都一无所获。别担心了，齐云轩这个老狐狸不敢对南哥怎么样的，除非想拿整个丞相府给他陪葬。他一早就和南哥去了外面狩猎，还不知道我们见过齐妃的事。他这样做，无非就是单纯的想让大家知道，南哥和他一起在外面待了一夜。他就是想用舆论把他送上这个驸马的位置。孤男寡女在外，齐云轩又是老手，这能不担心？如果今晚南哥真的跟他有什么，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。秦婉轻轻叹息了一声，这话他也不好说，只希望南哥争气一点。云轩，有人来救我们了。公主，一会儿你先上去，之后再悄悄找人救我，不然对公主的名声有毁。怕什么？你就跟我一起上去，看谁还敢说三道四的。俩人一起大声呼救着，不多时就将人引来，将俩人拉了上去。皇兄，昨天玩得开心吗？我并非有心不归，昨日中午我就打算回营了，谁知道掉在了营地后面的坑里。江北宇知道他也是被套路了，不忍苛责什么，疲惫地说：起来吧，你皇嫂还有几句话想对你说，跟她去吧。秦婉此刻是小太监的打扮，把她带到了齐妃的帐篷里。知道齐妃是齐云轩的妹妹，江南哥对她也没有了敌意，甚至还对她甜甜地笑了笑。公主，你被骗了，齐云轩他是个伪君子。江南哥的笑容顿时僵住了，他不解地看了眼站里但凡有点姿色的丫鬟，都被他开过包了，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丞相府的少主，那些丫鬟是卖到丞相府里的奴婢，被他睡也无可厚非。有些只睡了一次，遇上喜欢的感受好的会继续睡，给点小钱买点胭脂水粉，大马路上随便买根簪子就能让他们心甘情愿了。就凭他这具还算过得去的皮相和相府公子的身份，没有一个闹的。前几天河上漂的那个出逃就是他的人。不可能。二桃走了过来，二桃低着头说：奴婢15岁就被大少爷破过身子。江南哥只觉得脑袋里嗡的一下。在外他是洁身自好的齐公子，因为他只吃家里的，外头的嫌脏。还有出逃他也是懂兽语的，所以你被蛇咬的事大概是没那么简单。出逃为什么莫名其妙的死了，你自己掂量掂量吧。好了，我知道的就这些了，实在是不忍心看见公主被蒙蔽。公主信我也好，不信也罢，我能说的都告诉你了。江南哥整个人变得直愣愣的，他拼命掐自己，希望是在做梦，然而手心的疼痛却是那么真实。我知道了。南哥，嫂嫂，你说齐妃说的话是真的吗？是，这一切都是齐云轩骗你的，包括救你也是为了引你入局。他利用出逃引来毒蛇让你受伤，然后又将他杀人灭口。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去相信。你说是齐云轩杀了出逃，证据呢？证据需要你给我。南哥，我知道让你一下子接受这个事情很难，好在可以及时止损，我们都是希望你能幸福的。如果你现在不信，那也没关系，更好需要你自己去寻找真相。他张开自己的手指对他说：你听着，我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有指纹，每个人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我现在有办法把打死出逃的那件凶器上的指纹提取出来。如果齐云轩的指纹出现在了那件凶器上，那是不是就代表着齐云轩就是凶手呢？江南哥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但是我现在没有齐云轩的指纹，我需要你把他的指纹弄给我。你现在待他如常，不要让他知道这件事情。江南哥点了点头。搞定了，接下来南哥会去弄齐云轩的指纹，等弄到之后，我们把凶器带回现代，我请专门的司法机构提取指纹进行对比。江北宇点了点头。王婉，朕之前只是怀疑，这2天才想明白一些事情，怪不得当初北国拿来10座城池要把陆轩嫁过来的时候，丞相这般极力促成此事。都过去了，好在不是一直蒙在鼓里。接下来我们就将这枚钉子从朝堂上拔除。公主昨日没有吃上的草莓，今日我亲自去摘了，没掉坑里。
你有心了，南瓜，拿去湖边洗一洗。是。知道他是故意支开帐中的侍婢，他心领神会，勾起了唇角。公主，云轩，等这次秋收回去，你就跟我皇兄提亲，好不好？齐云轩心里简直乐开了花，嗯了一声。那你喜欢我吗？喜欢啊。江南哥将那张纸放在桌上。你要是想成为我的驸马，和我成亲的话，就必须要签下这个。齐云轩笑着，心里想，小姑娘就喜欢弄这些玩意儿，等成了亲以后，就是废纸一张。好，我拿到了。干得漂亮。他用手机通知冷冽，准备在半个时辰之后出发。之后，江北宇下旨让刑部重新彻查此案，同时命暗无伤从衙门取来凶器棒槌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一轮金黄的圆月从草地上奄奄升起。冷冽和马叔叔齐聚在江北宇的帐篷里，画已经被挂起。江北宇屏退左右，秦婉挑起营帐中作为窗户的布帘，手持铜镜将外面的月光反射在画上。熟悉的光芒亮起，一行人走进了画里。但江北宇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坐在了来时的那家餐厅里，旁边是他的行李箱，面前是一份意大利面，然而他手上却没有了叉子。他看了看面，看了看手上空空如也的手，有一些怔愣。服务员，麻烦再给我拿个叉子。啊，皇上呢？王婉，朕回到了那间餐厅里，明日有个试镜，你先联络你那位司法鉴定的朋友，等朕这边结束了过来找你。好。怎么说？看来这画是上次从什么地方离开的，回去后就会回到什么地方。上次皇上回来时与我们不在一起，所以皇上现在又回到了他上次去的地方。他明日有个试镜，我们先不管他了。好。第二日，秦婉和冷冽、马叔叔三人一起去了司法鉴定中心。他提交了那个证物棒槌，还有鲁布的指纹、齐云轩的指纹，要求和证物上的指纹做对比。他还额外加了钱，要求在取证过程和展示鉴定结果的时候录制一段视频。试镜的场地在酒店的礼堂，过程是全程网络直播的，搭了个台，导演和制片坐在台下，受到试镜邀请的演员们按照顺序陆续上台。秦婉走到礼堂后门不显眼的位置，抱着臂悄悄往那一站。早前就觉得他演技超群，背地里都偷摸的喊他江影帝，不拿奥斯卡都可惜了。没想到人到现代真的拍电影去了，别到时候真成了影帝。不是，你说谁家皇帝来现代拍戏呀？想都不敢想。江北宇在台上投入的表演着剧本里的那段内容，只有3分钟的表演，已经在他心里打磨了10几遍。这部电影的片酬还可以，比他目前做直播的收入要好很多。他要拿下这个角色，攒钱跟婉婉结婚。他投入的表演着，忽然余光瞥见了那一抹身影，心脏不经意地泛起一抹涟漪，不确定，但正在演，眼神也不能往他那儿看。江北宇莫名地开始紧张了起来，他拿出了最好的状态，直到试镜结束下了台。你来了？来了，演得不错嘛。这时礼堂里有一个人凑到制片人耳边悄悄低语了几句，制片人立刻起身。我先去换衣服。秦婉悠闲闲地站着，这时制片人蒋先锋朝他走来，见到他笑眯眯地说了句：哟，秦总，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？自然是蒋总这里的东风了。蒋先锋顺势一个邀请的手势，热情地说：来，过来这里一起看看，看看这些孩子们。你先回酒店，我一会儿过来找你。他坐在了导演和制片中间，看着大家试镜，面前放着一份剧本。他随意翻看了一下，台上试镜的演员一个接着一个演，有几个也是竞争江北宇这个角色的。综合下来，他觉得还是江北宇演得最好。秦总觉得哪个演得好？我不过是一个局外人，我的意见不重要，我来这边不过是看个热闹，你们定。接下来前几排几个人窃窃私语的讨论。皇帝这个角色，我觉得33号演得最好，可惜了。33号好像就是江北宇的号牌。哦，为什么可惜了呀？这个角色已经内定了，其他的都是邀请过来陪跑的。他心头赫然一惊，但脸上仍然保持着平静，甚至笑笑问：内定的这个什么来路啊？
好像是一个投资少女儿的男朋友，那人投1000万。就1000万？那回到江北宇酒店的时候，他已经收拾好了行李，顺带洗了个澡，吹干了头发，剃干净了下巴，换上了干净的白衬衣，一身清爽。冷冽下午则是再次去了珠宝城，为了防止上一次被坑，他故意换了个摊位。哎呀，你手上的这个是个好东西呀！收的，上个月刚入。哟，你多少收的呀？没多少，150。哇，乖乖，多少？害怕摊主误以为是150块，冷冽又补充了一句：150万，怎么了？你这可是占了大便宜啊！冷冽瞬间吐血，因为上个扳指和这个成色差不多，他就是150万卖掉的，还跟老板讲了价，多要了点，结果还是被坑了。你这拿到国外至少这个数啊。但是这玩意不好出关，在国内认真找找买家，卖300也不是问题。哎，这样，你说你上个月才买的200万转卖给我怎么样？你白得50万啊，我还得找找买家。250。哎呀，250怎么行呢？这可是骂人的话，也不吉利啊。就250，我手上还有别的，你要就要，不要我还懒得卖呢，也不差这50万。老板狠了狠心，买了。用同样的办法，在珠宝城的几层楼转了圈，就出掉了3颗，还剩下几颗还在钱袋子里。他第一时间去了车行结清了车款，还剩下了许多。这笔钱按照这里的物价，普通百姓可以躺3辈子了。有钱是真好啊，以后可以佛系直播了，多倒腾几次，带点将军府他之前收藏的品相更加好的宝贝，就可以在这里买大别墅了。只拿到这个角色，拍完戏赚到了钱，就带婉婉吃更好吃的。你就确定你能拿到这个角色？这段戏昨晚朕在房间练了很久，这个角色刚好也是伪帝王，没有人比朕这个真皇帝更懂得演绎伪帝王，舍朕其谁。再说朕会察言观色，朕试镜结束后那几个人的表情朕都看到了，朕没有发挥失常，看着他们都入戏了。秦婉暗暗吸了口气，你真的喜欢这个角色啊？不喜欢啊，朕是一国之君，怎甘愿做一个戏子？只是朕在这个时空里一无所有，必须遵循这里的生存法则。朕要娶婉婉啊，拿到这个角色就能赚到更多的钱，就距离娶婉婉更近一步了。秦婉心里再次触动了一下，他转移了一下话题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我和冷将军将证据提交给了司法鉴定所，大概7个工作日之后就会有结果。江北宇了一声，那结果出来我们就回去。好。回到家，秦婉走到露台上，手上握着一杯加了白兰地的冰镇柠檬水，拨通了一个电话。喂，我投3个亿，让33号出演角色。想不到这部戏居然得到秦大小姐的青睐，可不可以八卦一下，那位33号和秦小姐是什么关系啊？不想让别人误会江北宇是靠他上位，秦婉淡淡道：不，只是今天偶然看见他的表演，觉得他是个好苗子，纯粹的欣赏。3个亿对我来说也就是个擦鞋的钱。好，知道了，安排，放心吧，感谢秦总的支持。第2日一大早，江北宇接了个电话，惊喜地说：婉婉，朕试镜成功了，朕就知道朕可以，朕一定可以的。好好演。你又把我家厨房拆了呀？朕想给婉婉做一份早餐，哪里知道。秦婉看到了他手上的煎蛋，也看到了他手上被油烫红的水泡。上来！你这个手，今天尽量不要碰水了。朕好没用，连个蛋都煎不明白。皇上是一国之君，掌握的都是生杀予夺，治理天下，不用明白这点小事儿。可是朕想更好的照顾婉婉，在江国朕是一国之君，可在这里朕就是一个普通的丈夫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下楼去尝你的煎蛋，待会儿我就要去公司了。江北宇像是被点了穴一般，彻底僵住了。这是第一个来自婉婉的主动亲吻。
虽然只是蜻蜓点水的那么一下，但他那是主动的，是发自内心的。他抿了抿唇，再回味刚才的触感，心里的小人儿欢欣雀跃，像甜蜜罐子被打翻了一样，甜水蔓延的他四肢百骸都是。婉婉，这还有个惊喜，你看。他将成绩单递给他，眯起了漂亮的凤眸，扬起了下巴，像个等着被夸赞的孩子。不错，不愧是你，还有3门，继续加油啊！接着，秦婉从包里拿出一样东西，我这儿也有个惊喜。江北宇一看，是一个明晃晃的车钥匙。法拉利。等你考到驾照，这台车就作为奖励送给你。好了，我去公司了，你一个人在家里看剧本，要乖乖的哟。江北宇原本想跟冷将军也炫耀一下的，又忍住了。冷冽还不知道他考驾照的事儿，万一知道了，他也去报考，赶在他前面拿到证就不好了。他一定要比冷将军先拿到驾照。冷将军这几天也没跟马叔叔去公司，因为上回马叔叔临走前发的结婚视频那件事儿，他们回来当天视频就爆了，这几天一直持续在发酵。因为这个事件的加持，冷将军的直播账号粉丝都快冲破了100万了。大家纷纷来吃瓜，一致想知道他和马叔叔的结婚照是真是假，只要他一直播就上来问，所以他直播间的人气居高不下，每天实时在线至少10几万加。粉丝们有的尊重祝福，有的认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商务广告，有的人认为这是一场炒作。冷将军很狡猾，故意回避这个问题。江北宇把之前录制的上朝的视频作为直播放在平台上，由于场景逼真，服饰考究，再加上人物对话真实自然，古香古韵，观看人数就像滚雪球一样，评论区也热闹非凡。乖乖，大制作呀！这是在做什么？电视剧？模仿古人上朝直播？牛叉啊！66666，10几万粉丝啊，整1000万粉丝的活儿。还有人在人群中把冷将军认了出来。哎，那不是隔壁冷将军吗？冷将军？假的吧？冷将军在隔壁直播呢。江北宇看到评论区，打了个电话让冷冽下播，冷冽就下了。观看人数从几万滚到10几万、20万，一直到了50万。古代的早朝讨论的事务繁琐，从辰时到巳时，他录了整整2个小时，这其中他没有说一句话，礼物不断，粉丝也在涨。2小时下播后，他看了一下后台的打赏，10几万，粉丝也突破了20万了。看来大家喜欢看早朝，江北宇寻思着回去之后再录几期。经我们鉴定，提供的棒槌上发现的指纹至少来自3人，比较凌乱，但经过我们专业的处理，已经分别提取剥离，在证物上没有发现来自布鲁先生的指纹，而其中的一个指纹与提交的来自齐云轩先生的指纹高度吻合。今晚心头一惊，果然如此，转头看了眼江北宇。按照您的要求，我们已经将鉴定的过程以及结果录制视频，里面有详细的指纹对比画面，您查收。谢谢，辛苦了。夕阳西下了，为了尽早了解此事，几人决定今晚就回江国。一阵巨大的白色光芒之后，几人齐齐出现在了江北宇的帐篷里。不好了，冷妃娘娘帐中起火了！几个工人慌忙的相互奔走相告。秦婉掀起帐帘，发现不远处他的帐子里燃起了熊熊烈火，整个帐篷都烧灼了起来，火光冲天。冷妃娘娘忽视了。这个消息传到江北宇的营帐里的时候，秦婉已经换好了之前小太监的衣服，贴上了之前的人皮面具。怎会如此？他随着工人来到了冷妃的营帐外，秦婉也跟了过去。看到那个已经烧空的营帐还在冒着烟，地上是一具面目全非的焦尸。怎么回事？娘娘今天狩猎回来，大获全胜，打了一大堆猎物，非常开心，还分给了我们晚上做烤肉。我们想给娘娘烤一些，就在营前设起了篝火。娘娘吃了烤肉，还喝了点小酒，就在营帐里睡下了。她说有点头晕，想躺一会儿，让奴婢去找太医。奴婢就去找太医了。等奴婢回来，我发现营帐已经着了。酒是哪来的？酒是桂花酒，是公主给的。南哥？不对，南哥知道现在这个帐中的人是替身，就算要送酒，也不会送到这里来。而且这个替身知道是公主送给他的酒，也不会贸然喝。问题出在哪儿了呢？你撒谎！把这奴婢给朕抓起来！
秦婉大惊，而且目前这个身份也不好阻止，不知道江北宇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传公主！皇上，公主失踪了！还不快派人去找！江南哥的侍婢南瓜被带了过来。公主呢？傍晚的时候，公主说要去湖边散心，就一直没回来。你给冷妃送了桂花酒？送啊！我那时感觉心中苦闷，让人去镇上买的，买了2坛，想找嫂子喝酒，后来一直没找到她，便去了她的营帐。我知道那里面的不是嫂子，但她热情地邀请我吃了烤肉，礼尚往来，我便加1坛酒留下了，请她喝。怎么了？她死了，昨晚喝完酒后昏迷，帐中起了火。江南哥也不可思议的一惊，皇兄怀疑是我送的酒有问题啊！不管是不是因为酒，你现在有嫌疑。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或许能够找到凶手。什么办法？秦婉俯下身，凑到他耳边嘀嘀咕咕了一阵。江北宇的神色慢慢的变化。娘娘，最新消息，皇上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位蒙族巫医，说是能借尸还魂，让冷妃娘娘起死回生。啊，都烧成炭了，还能起死回生？这个消息无疑是炸裂的，大家都不信。直到看到营帐中央搭起了一个祭台。皇上，符纸散落，背面朝上，娘娘有冤。江北宇下旨，让所有人在冷妃的棺椁前的祭台前的器皿里滴一滴血。据说集千人指尖血，用这个方法能让冷妃娘娘的魂魄在头七之日归来，找到暗害她的凶手。这件事儿，所有人都当是个笑话，当这只是皇上的执念。直到此时 Lost Rivers 的歌声从祭台响起，空旷的草原上和着风吹过帐外的野风一起传入耳膜，格外的瘆人。终于在第6天的夜晚，一道黑色蒙面的身影出现在祭台外，他试图打翻那个盛血的器皿，被潜伏的侍卫逮了个正着。皇上，人已经被抓到了。江北宇放下手里的书，坐直了身子。是个蒙古人。江北宇有些意外，但又觉得一切又都在意料之中。那人不肯招出是受谁的指示，不过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，死不了。继续审。另一边，蒙可汗听闻了消息，一匆匆赶来。今年他又背锅了，紧张不已。皇上，冷妃娘娘意外薨逝，本汗深感惋惜和哀悼，但娘娘的死和本汗真的没有一点关系啊。放心，朕不会因为这个受人指使的人是蒙族人而怀疑可汗，待明日冷妃娘娘的魂魄便会归来，亲自指认凶手。都别走，谁要敢走，就按凶手处理。妃嫔们这才定住。不是，退！站在第一排的妃嫔们如释重负，作鸟兽散。第2排站着的是大臣，有一双鹰隼般的目光直直地盯着他的脸。杀害我的人就是……小心！妖孽！丞相猛地拔出了剑，正要刺向他，冷影一个暴冲，飞快地将那柄剑隔开了。周围一阵骚乱，众人纷纷退散。一支侍卫上前欲将丞相拿下，而丞相的暗卫也从暗中出来，双方打斗在了一起。最终丞相一行人被拿下，关入了天牢。经本县查明，出逃之死是你所为，栽赃嫁祸给布鲁，你可认罪？荒谬！我与出逃姑娘无甚交集，出逃姑娘的死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他命人拿出放在透明塑料袋里的棒槌。此物你可熟悉？这个我怎么知道？你不知道这是什么，那为何这上面会有你的指纹呢？县令命人放下一块白色幕布，命人打开秦婉带来的小型投影仪。秦婉默默在手机上点击视频播放，通过蓝牙传送，视频清晰地出现在了白色幕布上。围观的群众全都发出了一阵惊呼。就算你们能提取出来那么多指纹，你凭什么说有我的？这时，另一封契约也出现在了屏幕上。齐公子，这上面有你的名字，这封契约是你本人亲自签的吧？
这上面的指纹和这其中提取出来的指纹一模一样，你怎么解释？齐云轩，你是丞相府的少爷，出逃她曾是丞相府的婢女，你利用她会授予，故意指使她让毒蛇咬伤公主，后在公主面前展示英雄救美。为了防止事情败露，你在利用完她之后就杀人灭口，你可认罪？去年将我引入森林，害我丧命虎口的事儿，也是出逃干的吧？是你还是丞相所为呢？去年此时我还在科考。哦，那也就是说是丞相所为了。去年丞相就要杀我，但是未遂。今年再次对我下手，对我到底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啊？难道就因为我是冷将军的妹妹吗？杀了我就能离间皇上和冷将军，为北国大开方便之门？妙哉，妙哉啊！你胡说，这和北国有什么关系？冷妃，你独宠后宫却没有子嗣，让其他妃嫔都没有侍寝机会，是想让皇上绝后吗？我爹身为丞相，为了江山社稷，自然看不下去，欲将你除之而后快。冷妃，你就是个祸国的妖妃，妖妃！冷将军，你慢点，慢点。皇上，见画，见画！冷冽从外面跑进来，一向淡定的男人激动得语无伦次。他伸手拿着一根验孕棒，叔叔好像是有了。什么东西？拿上来。冷冽将验孕棒拿给他，江北宇接过，仔细端详着，看到那一深一浅的两条杠，再看到面前兴高采烈的冷将军时，眼中是满满的嫉妒。怎么好事都让他摊上了呢？朕的话拿去保养了，现在不方便见。皇上，微臣想带叔叔去医院做个产检，此事关乎到他的身体安危，刻不容缓，还望皇帝成全。不是有御医吗？御医的诊断毕竟还有些差池，现代有专业的仪器可以查看胎儿的发育情况，还能隔着肚皮看见胎儿。还能隔着肚皮看见胎儿？江北宇有了几分好奇，一根手指有一下没一下的敲击着桌面，若有所思。让冷将军先去也好，这样他和婉婉要是有了孩子，他就有经验了。要朕答应接你话也可以，但是朕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哼，冷将军必须告诉朕，在现代是靠什么赚的钱。冷将军有了，方才跟朕炫耀了一番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羡慕啊？不羡慕。哼，朕早晚也会有的。你跟谁少？真美人，真美人。秦婉也被弄得有些不好意思了。你答应给我哥接话了？他回去准备一下，一会儿天黑了带着马叔叔过来。我也要去，你去不去？在这里待了快3个月了，上次只是短暂回去了7天，按照朕给你的承诺，本来就该带你回去住一段时间了。这次回去我们可以待得久一点。哎，你手里的麻袋装的是什么呀？没什么。皇上不愧是皇上，麻袋都比微臣的大。冷将军不愧是冷将军，冷将军手上也有个麻袋，你怎么不看看他的麻袋里装的是什么？听到这句冷不丁的话，冷冽抬头。要不怎么说这狗皇帝精呢？冷冽知道皇帝其实也不相信他，刚好趁这个时机顺坡下驴，查看他的麻袋。对哦，哥哥怎么也拿着个麻袋啊？里面是什么好东西啊？没什么。怎么都这么熟了，冷将军怎么还在我们面前藏着掖着？倒也没什么，你们想要看就给你们看看吧。他弯下腰打开了他的麻袋，都是一些我给叔叔准备的补身子的药，像是千年的山参、灵芝、红景天什么的。我去现代的药店转了转，随便一颗几10年的人参都死贵的，而且受到了工业污染，肯定没有我们这种原生态的好。冷将军可真是个好丈夫。那必须的。走吧，早去早回。老板，换钱。老板觉得自己起猛了，这么一大早就来这么大的生意，先是称重，然后放进了身后的纯度检测仪里，确认无误都是真金之后，老板小心翼翼地问：哪儿来的？祖传的。哟，大户人家呀，家里还有没有了？没有了，传到我这儿就分到3个了。好嘞，账户给我一下。江北宇让他扫码，老板麻溜地给他转了账，热情地说：下次有还来找我啊。
等他走远了，老板才在背后骂了句：“败家子儿！”这古董金元宝和普通的黄金可不是一个价，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把古董金元宝当作黄金来回收的大冤种。江北宇很快就收到了老板的转账，那3个金元宝都是20两的，总共60两，轻轻松松150万到账。做什么事情太顺利了，都让他觉得生疑。刚才看老板的眼神，觉得回收这个有风险，但还是爽快收了，说明利大于弊。为什么呢？今天暂且换这一单。他打了个车前往医院。你一大早去哪儿了？没去哪儿，正就出去随便晃了晃。马姑娘进去检查了。进去有一会儿了，他挂的专家号不用排队，应该很快就会出来。果然不多时就看见马叔叔过来了，远远看着他一脸凝重，冷冽一下子站了起来。怎么样？好像是误判了，毕竟那条杠很浅。没事的，那小东西在跟我们玩捉迷藏呢，过一阵子他就出来了。那你敲敲门，把他叫出来。人来人往的医院里，为了安慰他，冷冽配合地蹲下身子，伸手在马叔叔的小腹上轻轻敲了敲。喂，臭小子，别躲了，给老子出来！出来了。嘿，冷冽错愕地扬起头。嘿，冷冽，快看看你儿子。冷冽顿时狂喜，接过报告单坐下，一字一句地仔细看着，另外2颗脑袋也好奇地凑了上来。宫内早孕，孕7周，基层回声均匀，宫腔内可见一孕囊，大小约2.2乘2.4乘1.4厘米，内可见一胎芽及原始心跳搏动，胎芽长约0.5厘米。这就是胎儿在肚子里的模样？这个小花生米模样的东西就是胎儿？对啊，这个就是胎芽，并且已经检测到了胎心，宝宝已经有心跳了。闻言，冷冽一脸喜色，情不自禁地用手指抹撒着那个小小的花生米粒儿，笑得就像隔壁村的二傻子一样。真是神奇，不用开膛破肚，居然真的能隔着肚皮看见胎儿的样子。那婉婉以后怀了，是不是也要做这个？秦婉顿时尴尬到脚趾抠地。嘿，那当然了。疼吗？不疼。那就好。江北宇欣慰笑笑，仿佛看到了今后陪婉婉过来产检的样子。哦，我们还要去见个档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好。伯父伯母接下来什么时候会回来？你问这个干嘛？问问。上次他们回来过一次，短期内应该不会回来了。怎么，你找他们有事啊？婉婉喜欢哪里的房子？海边的。我喜欢一起来就能吹着海风，然后伴着海浪声入睡的感觉。但是海边离市区又太远，工作不太方便。江北宇默默记下了。你干嘛？没事。接下来秦婉开车回公司了，他继续换了一家黄金回收点。老板，我有个朋友手上有这个货，20两的，你看值多少？哎呦，这可是古董金器啊！如果是真的，那可值老鼻子钱了，一个得上百万了。江北宇一听，一个20两的金元宝就上百万了，那他早上卖了3个才150万，那不是血亏了？那老板，您这收吗？这个你得去古董行，我这收也是按回收的金价。像这种看上去新的，品相好一点的，可以卖到正常金价的2、3倍呀。刁民，上午果然是血亏。老板察言观色。不过这种东西你朋友自己卖可能会比较麻烦，我有认识的人可以帮你卖，抽3个点的提成。几日后，那一麻袋金子就变成了他账户里的5000多万。冷冽下午无事，被他抓了壮丁，陪他去看房子。这一套是这一片的楼王，最贵的，要5800。刷卡。冷冽和中介一脸目瞪口呆。中介头一回见着买房子像买大白菜一样的人，而冷冽也感觉到吃惊。上次掂了掂皇上的麻袋，里面最多100多斤金子，哪来的这5000万呢？中介掐指算了算提成，被突如其来的幸福给砸晕了。您还要随我去店里签个合同？皇上，您有5000万？哼，这没有，
你借给朕？臣也没有5000万呢。那就把你卖了。他去店里签了合同，直接付了全款，拿到了钥匙。房子搞定了，还剩下婚纱和钻戒。婉婉，我有个朋友马上要结婚了，他让我帮他挑一个钻戒。哎，你觉得这些哪一个好看啊？不看，又不是我结婚，我觉得好看有个得用啊。他打了这行字，刚要发送，寻思着，这一定就是我有个朋友就是我的系列。叔叔有宝宝了，估计要和冷将军举办婚礼了吧。他心里暗戳戳的羡慕着，删了那行字，点开链接。他一个一个仔细的看着，最终在2个钻戒上犹豫不决，截屏发给了他。这2个都还行吧，恭喜呀。你有没有觉得你家皇上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？秦婉看了眼一旁空荡荡的沙发，回了个啊，婉婉，这周6要不要去海边烧烤啊？好啊。周6那天又是一大早，江北雨就不见了。秦婉心头有些恼火，原本还想和他一起去的，但再一想，地球离了他莫不是不转了吗？他化了个美美的妆，穿上度假的漂亮小礼服，一个人开着跑车就出发了。哎呀，我都想象不到，我住在这个房子里会有多么活泼开朗啊！秦婉环视一圈，觉得这个房子格外的温馨，是她喜欢的配色，就连咖啡机的品牌都和她现在用的一样。不知为何，就有一种扑面而来的亲切感。这房子好大，烈烈，咱们上去看看吧。马叔叔拉着冷冽兴奋地上楼了。不想当电灯泡，秦婉就没上去，给自己泡了杯红茶，在楼下静静坐着。在哪儿呢？想了想又删掉了。等了许久不见马叔叔和冷冽下来，楼上静悄悄的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他上了楼，才刚上来就听见礼花炸响的声音，他吓了一跳，还没回过神来，就看见了楼上的地面上撒了一地的花瓣。房间里布满鲜花和气球，大大小小的白色、粉色和透明色的气球做成了一个拱桥，底下堆满了白色和粉色的鲜花，暖白色的彩色灯带点缀其中。婉婉，你愿意嫁给朕为妻吗？他另一只手上拿着一个戒指盒，里面正是他前几天精挑细选出的那一枚。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朕这段时间都在这儿筹备给婉婉求婚的事宜。这栋别墅是朕买下来的，因为婉婉说过喜欢海边的房子，整个房子里里外外都是朕亲手布置的。因为朕想靠自己的能力给你一个温馨的家。婉婉，你愿意嫁给朕吗？马叔叔和冷冽远远看着，磕得正起劲儿呢。一个高贵的95之尊，为了他心爱的女子，愿意单膝跪下，这也太好磕鸟。秦婉却徐徐俯下身子，抬起了他的下巴，还以为这小白脸跟人跑了呢，原来是故意给他制造惊喜去了。我不喜欢这种惊喜，你没长嘴吗？非要让我先误会你。还有一次我问你在哪儿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明知道我最不喜欢被人骗了。还有这个钻戒，既然是给我买的，为什么不是你亲自问我？还有马叔叔拐弯抹角的问我，我自己挑的和帮别人挑的能一样吗？婉婉，别生气，你不喜欢，朕再陪你挑一枚就是了。哼，你整这一出，是不是以为我会感动的痛哭流涕的说一句我愿意？江北雨，我告诉你，我愿意。这2个字，江北雨如闻天籁，他从地上站起来，一把抱起了他。婉婉，对了，我走的时候家里煤气好像没有关，我和烈烈先回去了啊。我家煤气好像也没关。说完也想溜，却被他一把抱住。你家不是用电磁灶吗？哪来的煤气？江北雨从身后抱着他，将戒指缓缓地推到他手上。面前的落地窗，外面就可以看见海，海浪层层叠叠地堆叠在沙滩上，安静的房间里可以听见海浪的声音，是他最喜欢的房子。秦婉原以为他认定他是他的妃子，就是娶过他一回，没想到这个古代的皇帝来到现代还知道求婚。朕看了，下周1是黄道吉日，要不把证领了？太快了吧，我觉得至少应该通知一下爸爸妈妈。好。秦婉坐下来，给秦香和葛曼琪打了个电话。妈，我决定要结婚了。和谁？和小江，您上次见过的那人。谁呀？
就那个千里江山图。哦，画画的那个是吧？这么快的吗？秦婉反应过来，他忘记了两边的时间差，对于他们来说，距离上次见面过去不到1个月。他了一声。行吧。过2天我和你爸回来，你让小江叫上他父母，我们一起吃个饭。他没有父母。哎呀，小江的命这么苦啊，那你以后可不能欺负人家呀。他家中还有什么长辈在世吗？有，还有一个爷爷。那好，你让他约他爷爷来。周日上午，俩人就从另一个半球杀回来了，约他在周一上午见面。一早，秦婉睡醒后就听到楼下传来嘎嘎嘎的声音。江北宇西装革履，雇了10个人将成箱的聘礼抬了进来。打头的居然是一对大雁，大雁的脖子上还扎了一个大大的红绸花，伸着脖子。好家伙，鸿雁为聘，有点东西。这都21世纪了，还有以鸿雁作为聘礼的人。等等，我和他妈都还没答应呢，怎么就聘礼了呢？10个礼箱子抬进了秦婉家的院子，他跟着江蓉一起走了进来。秦霄从里面迎面走出来。来就来了，还带这么多东西。哟，江老爷子。回来了。江老爷子，您是媒人还是？这是我孙子。秦霄的脸色一下就变了，毕竟江家那点事儿大家都知道，他那20岁的孙子要还在世的话，估计孩子大概都已经会走路了。所以这个江北宇不但无父无母，在这里的唯一一个亲人还是认的。哟，弄这么大阵仗啊！小江，上次见你还说和婉婉只是朋友，怎么这么快就定下了？缘分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，一切冥冥中自有天机，时机到了，一切就都水到渠成。666啊！低情商闪婚，高情商天机。以狗皇帝的3寸不烂之舌搞定爸妈应该没问题。我之前也说过了，一切以婉婉自己的意愿为主，我们不反对你们结婚，但毕竟婚姻大事做不得儿戏，我认为时间上仓促了一些，不如两家父母坐下来再重新商定一下。江老爷子，你认为如何啊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那今日就当见一面，大家一起吃个饭吧。我已订好了餐厅，大家可以边聊边吃。冷将军，我觉得婉婉的父母不是很喜欢朕。皇上，你想要在婉婉的世界里重新娶一遍她，必然是要经历一些磨难的。从古至今，成亲就不是一件小事儿，更何况秦家还不是一般的人家，等着吧。你老实告诉我，那个男人究竟是什么身份？是江老爷子的孙子。你别说这个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江老爷子认他做孙子还是你引的线，完全是看在你的面子上。你说他父母双亡，除了这个刚认的江老爷子，就没有别的亲人吗？你爸爸查了一下，他之前连张身份证都没有。我们秦家呀，可以不看重他的家世，但总不至于要个来路不明的人做女婿吧？他不是来路不明的人。那他是？这时，秦老爷子拖着行李箱，兴高采烈地从外面走进来，左右看了看。小江呢？人走了，中午一起吃了个饭。哎，我这飞机刚好晚了个点，不然刚好可以见到了。见到小江的父母了吗？你让他说。他是。秦婉横了横心，其实他不是这个时代里的人。他拿出手机，点开他的账号，找到他曾经发布过上早朝的视频给他看。其实这个才是他真实的生活写照。他来自一个遥远时代的王朝，他是那里的皇帝。轰的一声，葛曼琪的脑子懵了一下，就离了个大谱了。他伸手摸了摸秦婉的额头，确定他不是在说胡话，才开口。是皇帝？那他岂不是3妻4妾？哎呀，不行不行！怪不得小江的书法造诣那么高，原来是皇帝啊！之前婉婉说过，他无意中去了另一个时空，原来是把那边的皇帝拐回来了呀。那他到咱们这边来了，他的国家怎么办？不上朝了？不要那边的子民了？不打紧的，
这边的12天是那边的1分钟，就算他在这里待1个月，那边也只不过是过了一小会儿。如果这边去那边，则是相反的。所以，其实我和江北宇已经认识1年多了。哎呦，等等，先让我缓缓。哎呀，所以小江无父无母是因为他是皇帝，那他娶了你，你又是什么？他还有其他的老婆吗？结了婚以后你们怎么生活？他愿意和你在这里当个普通人吗？他愿意，在这里他就和一个寻常男人一样，会拿出自己生命1半的时间在这里陪我，剩下的要留给他的子民。现在他已经适应了在这里的生活。哎呀，那以后你们的孩子呢？在哪里养啊？秦婉一下也懵波一了。江北宇是皇帝，他的国家要延续，江山要传承下去，那他的孩子必然是要继承皇位的。可她也是家里唯一的女儿。那生2个不就好了？一个留在他的国家，一个留在这里。好主意。啊，这连孩子怎么安排都想好了吗？而葛曼琪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，拉着秦婉。婉婉，过去的1年都发生了什么？你快跟我说说。婉婉，怎么样？秦婉坐在院子里，戳了戳大雁的脑袋。你猜啊？到底怎么样？我妈问我你到底是谁，我没办法，就坦白了你的身份。我妈她不喜欢皇帝，说你老婆太多了。婉婉，你知道真的，真没有。冷冽吃瓜看戏，看着俩人联系上了，侧着耳朵在沙发的另一边坐下偷听。我妈担心我跟你那些3宫6院的争风吃醋的受气，说要是同意我们2个人结婚，你必须得答应我，要是我在那边待得不开心了，你就必须无条件的让我回来，并且你不能继续过来这边纠缠我。朕答应你，朕一定答应你，并且朕答应绝不让你受气。我妈算了一下，说下个月初3是黄道吉日，你看这个日子怎么样啊？同意了。还有今天我跟他们聊了一下午，说了一些我在江国的经历，我还顺便跟他们提了一下冷将军的事儿，他们愿意认冷将军为干儿子，这样冷将军的身份证也有着落了。